大家好，又是我肥肥。今天我要来分享绿豆馅红龟糕的食谱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请订阅我的频道哦，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首先，我准备了100克的绿豆片，然后把它洗一洗，洗干净。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入小锅里，我们要把它煮软。我们加入适量的水，然后把它煮软。那个水放多一点也没关系的，因为等下煮软后，我们要把它过滤掉。大家要记得，煮这个绿豆片的时候，火不要开到太大，不然它的泡泡会滚出来的。当我们在煮绿豆片的当儿，我们可以准备一下香蕉叶。我今天的红龟糕大概可以做到11粒，所以我们拿一点香蕉叶去把它洗一洗，洗干净。香蕉叶洗干净后，我们大概把它剪一剪，剪成比模型大一点点的正方形或者长方形。就算剪到不美丽也没关系的，因为等下我们还要修剪的。现在我们的绿豆片已经煮软了，我们把它过滤起来。我们只要绿豆片，那个水是不要的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绿豆内馅所需要的材料：煮软的绿豆片，白糖40克，盐1/8茶匙，油2汤匙。首先，我们把已经煮软的绿豆片放入搅拌机里，把它打成幼幼的。我们要把它打成绿豆泥。我们可以加入一点点的水，让它比较容易搅拌，不要加太多哦，不然等下炒的时候要炒很久。现在我们可以把已经打成泥的绿豆馅倒入锅里，然后我们把油、糖还有盐全部倒进去，然后把它炒均匀。我们要把这个绿豆馅炒到干身，就像这样，炒到它干身不粘锅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盛起。我们把这个绿豆馅放凉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称大概20克1小粒，然后把它搓圆。绿豆馅搓好后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入冰箱冷藏。我们现在来准备皮的馅料。现在我们把白番薯切片，然后放水去把它煮软。因为我需要用到120克的番薯泥，所以你们的番薯可以煮多一点。现在白番薯已经煮软了，我们把它捞起，然后把它压成泥。我们现在来看看红龟糕外皮所需要的材料：白番薯泥120克，糯米粉150克，热水90克，可以自行调整，油2汤匙，白糖1汤匙，红色素适量。首先，我们把番薯泥、糯米粉还有白糖倒入一个大盆里，
接着我们可以慢慢的加入热水，你们也可以用刚才煮饭熟的水。我们不要一次过加到完，我们一边加入就一边搅拌。当你们觉得这个粉团没有很热了，你们可以用手去搓揉的时候，你们就用手去把它搓揉均匀。我们要把这个粉团搓揉到光滑不粘手，然后不会裂开。如果你们觉得粉团太干会裂开，你们就慢慢的加入热水。如果你们觉得这个粉团太湿太黏，你们就加糯米粉。搓到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加入红色素。红色素要放多少，你们个人喜欢哦，就看你们要红龟糕的颜色有多深。我们也可以把油倒下去，然后继续的搓揉。我们要把这个面团搓揉到光滑不粘手，然后不会裂开。面团搓好后，我们把它分成35克左右，一小粒。我们把面团搓圆，搓成一个小球形状，然后在中间戳一个洞，把它做成一个碗的形状。再把我们的绿豆馅放进去，然后把它封口。封口后，我们再把它搓圆。我们可以在面团上涂上一些糯米粉，避免它粘在模型里不能脱模。我们也可以在模型里撒上一点糯米粉。现在我们把面团放入模型里，然后把它压一压，最重要就是要把花纹印上去。压好后，我们就可以敲一敲，让它脱模。我们在香蕉叶上涂上一些油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红龟糕放在香蕉叶上，再把这个香蕉叶修剪一下。我们在修剪香蕉叶的时候，不要剪到太靠近红龟糕，我们要剪大一点，因为等下蒸好后，香蕉叶会缩水。我们第一粒的红龟糕做好了，我们继续把其他的做完。现在水已经煮滚了，我们把龟糕放入锅里，用中火蒸8分钟。我们在蒸到4分钟左右的时候，可以把盖子开一开，再盖回去。我们要让热气排出，避免我们的龟糕过热膨胀而走样。8分钟过去了，我们的龟糕蒸好了。我们把它拿出来，然后在它的表面刷上一层油，让它油油亮亮的，看起来更加的吸引人。完成喽！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——绿豆馅的红龟糕。我今天做的这个绿豆馅的红龟糕，内馅不会太甜，然后很香的绿豆味。它的外皮呢 ，QQ 软软的，好吃。大家知道红龟糕代表什么吗？它代表了吉祥、圆满、长寿。它不只可以拿来吃，它也可以拿来拜拜。初一十五、生日还是满月，或者其他的节日都可以用得上啊。年初9拜天公也可以用得到。大家对我今天的作品满意吗？
满意的话可以给我点个赞，或者留言给我一些鼓励哦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红龟糕。我下一个视频呢，再来一个可以拿来拜拜的糕点，那就是米糕。我们可以拿米糕来拜天公或者祭拜神明。它的做法非常的简单，大家有兴趣吗？有兴趣的话，记得留意我下一个视频哦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要帮我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